在这个薪水跟不上物价的时代，追求额外收入已经成了许多人默默努力的课题。有的人喜欢存股领股息，有的人投资房地产收租，也有人下班拼命兼差做副业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存股存了好几年，股息一年也就领个几千块。那买房收租更不用说嘛，要准备几百万的本金才能开始，还要管理租客、处理租客的大小事务。副业的话，如果只是用时间换钱，那可能会有点辛苦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本金不多的小资族，也能用少少的资源，每个月稳定增加一份额外收入的方法——选择权卖方策略。那这个方法不用盯盘，也不用研究一堆复杂的数据，跟拐股息股相比，也不用太多的本金。如果你也觉得在股市累积被动收入要存好久的钱，希望可以马上有感的为自己加薪，这期影片或许能带给你不同的灵感哦。影片开头，我们一样先来听个简单的小故事吧。在一个村庄里，有3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他们分别是小明、小华与小芳。长大后的小明继承家业，成了养鸡场的老板，而小华擅长做菜，开了一间餐厅。小芳则是跟着父母到处跑业务，常常进出村子。有一年，村子遭遇台风淹水了，小明的鸡场损失惨重，鸡死了大半。那因为供应量减少，鸡肉的价格便一路飙涨。虽然鸡价上涨让小明不至于损失太多钱，但对小华来说这却是场灾难，因为他的餐厅成本大幅增加，因此小华每天都愁眉苦脸。小芳注意到了这个现象，便约小华出来聊聊天。小华说：如果有一种保险可以锁定鸡的价格，不管怎么涨，我都能用固定的价格进货，那就太好了。小芳听了后虽然没有马上回答，但心里却开始思考。过了几个月，因为政策的改变，外国的鸡商大量的涌入村庄，导致鸡的供应量大增，鸡价便暴跌了。这次换小明烦恼了，他开始担心接下来自己的鸡会卖不出好价钱，于是他也向小芳诉苦：要是有个保险能保证不管市场怎么变动，我都能以合理的价格把鸡卖出去就好了。小芳听到这句似曾相识的话后，突然脑袋灵光一闪，便对小明说：没问题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提供给你这个保险。未来如果鸡价跌破了100元，我照样用100块跟你买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亏太多了。不过有个前提，你必须每个月付我5%的保险费。小明听了后心想：哇，有人愿意承担鸡价下跌的风险，这样以后我就不用因为市场波动而焦虑了，能够稳定安排农场生产。于是便答应了小芳的提议。接着小芳又找到小华说：小华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每个月也付我5%的保险费，我保证不管以后鸡价怎么涨，你都能用100元的价格进货。小华一听，也觉得很不错，他心想：这样每个月都能心安理得的进货了，不用担心鸡的价格暴涨影响餐厅的利润了。所以小华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。这时小芳的心里盘算着，如果鸡价不上涨不下跌，那自己每个月就能稳稳收取双方的保费，即便未来鸡价真的下跌，他也可以用自己的钱先把鸡买下来，等到之后鸡的价格回稳甚至上涨了，他再用100元把鸡转手卖给小华，这样不管上涨还下跌，自己每个月就可以收两边的保险金，这样几乎是稳赚不赔呢。看完以上的故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故事里的3个人其实就是股市中的3种角色。第一个小明是养鸡场老板，他靠卖鸡为生，他不希望鸡的价格下跌。这就像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因为手中持有某一档股票，所以为了保护资产，他也不希望股价下跌，所以可能会透过买进选择权来避险，也就是花小钱买保险的概念。小华则是餐厅老板，鸡的价格因为会影响他的成本，所以他一定希望成本一定都不要变高。像生活中有些人想要持续存某些股票，好让每个月都有现金流可以使用，所以也不希望买入的价格一直往上涨，就可能会透过选择权把买价锁住在低点。小芳则刚好利用两边的顾虑，提供了一个保险的概念。它的优势是两边都能收保费，自己就能每个月赚稳定的现金流。那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听起来这个选择权的卖方收入很稳定，简单持续的操作就能每个月有被动收入，但难道它都不会有风险吗？会不会股灾一来，所有赚的钱都变成泡沫呢？是的，如果我们想要担任故事里小芳的保险公司的角色，虽然它能够稳定的赚权利金，但它可能也需要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需要足够的低于买鸡的钱，在现实世界里这个部分称为保证金，也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实中也想透过选择权卖方稳定的赚钱，我们也可能需要准备一笔买股票的钱。这就像保险
公司卖我们保险，它总要有一定的理赔能力。那选择权也一样，如果我们想当股市里卖保险的卖方，那也需要先预想到，如果股价下跌了，我们需要一笔钱才能去履行一开始我们给出的承诺，也就是买进股票的承诺。第二，如果遭遇大跌，需要等待足够的时间将本金回收。假如故事里的鸡价大跌，跌到只剩半价，那故事里的小方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，等鸡的价格回到合理的价格以上，才能再把鸡卖掉。那在股市中也一样，如果我们担任卖方时遇到股价大跌，那我们可能也会有账面上的损失，可能需要等待股价回稳才能顺利卖出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又有人会想，这样听起来选择权卖方虽然可以赚权利金，但好像需要承受蛮大的风险诶，这样划得来吗？没错，其实根据上面2点条件，可能会让很多人却步，很怕股价大跌之后就套牢了。但其实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我们买的标的是会持续发股息的优质股，那即使需要等待股价上涨回稳的时间，在这段等待期，我们一样可以持续的领到配息。就像故事里的小方，虽然花了一些钱买了鸡，但在等待价格回稳的时间，它的鸡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持续生蛋。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不是又能赚到现金流呢？所以不管是上涨、下跌，或者是持有3种状况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都能用同一笔钱赚到不同的现金流。那这样的方式，你认为风险会很高吗？其实更像3赢的局面吧。那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多少了解选择权卖方可以持续领现金的特色了，但有人可能还是会迟疑，这样领现金流的方式跟我直接买股息股到底差在哪里呢？所以最后我整理了买入股息股以及使用选择权卖方赚钱的比较，希望帮助你更了解这2者的差异哦。首先第一个是现金流的规律性，股息股大多1年配息2到4次，有时候要等半年才拿得到钱。如果以每个月的角度来看，现金流比较不规律。至于选择权卖方，每个月都能持续收权利金，就像收房租一样，规律性较高。那第二个需要的本金，有些高股息虽然每年有8到10%的殖利率，但前提是本金多，领的才比较有感觉。那如果是选择权卖方，投入大约股息股1半的本金，就能开始拥有差不多的收入，虽然金额也不是说很大，但相比之下每个月加薪更有感，能累积成第2份的小薪水。第三，波动与风险，些股虽然看似风险低，但是有一些高殖利率的股票，往往是因为股价下跌，所以它虽然领得到配息，却有时候也会看到账面亏损。而且有些虽然标榜高股息，但其实公司随时都可能会减息，可能会影响某些投资人对这笔收入的一些规划。对于选择权卖方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不了解而觉得这种方式风险比较高，但其实它的收入掌握度更高，不用时常担心公司发的配息减少。这种有把握的规律的现金流，或许可以让自己的被动收入领得更稳定安心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累积被动收入的另外一种方式。如果你也觉得单纯存股太慢，或许这个卖方策略有机会让你用更少的本金、更短的时间，稳定的创造现金流。其实现在很多人追求被动收入，一个想到的就是存金融股或高股息 ETF， 甚至这几年也有许多人会借钱质押开杠杆存股。但在我来看，如果本金不多，与其借贷买股，选择权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。因为前面提过嘛，有的时候它只需要1半的本金就能拿到跟高股息差不多的现金流，而且还能每个月持续的操作固定入账，不需要等待季配或半年配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遇到像配息减少的状况，像00919最近配息就减少了嘛，这种情况投资人也只能被动的接受。但选择权的好处是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更换标的，挑选权利金更高的机会，无论是买进、卖出或者单纯持有，都有机会让这笔钱持续的产生收入。那我第一笔真正有感的稳定的现金流，其实也就是靠上面的卖方策略赚到的。所以我认为对小资族来说，这或许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对选择权想了解更多，最近我整理了一本选择权新手笔记，里面记录了我从零开始一路学习到获利的心路历程和方法。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在下方填表单领取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